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命薄无福的女人面相特征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生活中不乏有很多女人长得很漂亮，却依然薄命无福。可见是否薄命与外貌的美丑关系并不大，但却与自身的面相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那么揭秘命薄无福面相的几大特征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一、命短劳碌无福的女命相。一、天中塌陷，印堂眉心相连，天中在印堂至上2指的地方，天中低陷，一生不济，早克父母，事业蹉跎。加上连心眉，时运乖舛，颠倒是非，常遭人诬陷非议，所以寿元不长，易得恶疾而终。二、额头狭窄的人，面相上，额头位置比较特殊，代表天禄，说明了祖宗福荫，也代表前世因果关系修为。故此，额头要宽阔，说明其人福德隆厚。而额头狭窄的人，则说明出生时家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要为了学业和生存打拼。可想而知，生活是异常艰辛的。额头狭窄的人也代表成年以后身边没有贵人相助，因此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。如果一个人额头狭窄，再加上天仓比较低陷，则意味着生活和事业中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自己存不住钱，并且也缺乏贵人扶持，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才能得以解决，因此恐怕终生劳碌无福。三、福堂杂纹的人，面相上，福堂是位居眉上，主福禄之事，福堂凹陷且有杂纹，就说明其人祖上没有俱佳的福运。同时，福堂有杂纹往往是心境不宁的表现。面相具有如此特征的人，大多比较敏感，常常会因各种事情而担忧害怕，以至于使得自己身心疲惫，也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和成就，故此属于劳碌无福的面相。四、山根低陷的人，山根为一个人的祖业家底，体现命主祖源和祖业成就。山根要隆起有势，这样就体现出祖上家业丰厚，基础牢固。假如一个人山根低陷，则祖荫不足，没有靠山，人生起点不高，同时也说明事业基础不够稳固。所以要想取得最终的成功，就需要自己抓住时机，并经历一定的困难与挫折。也正因为此，这一类人平时空闲享受生活的时候就格外得少。五、眼神游离，气散不聚，似醉似醒不坚定，像张国荣的眼睛一样，看着很有亲和力，让人感觉很舒服，不会有受到威胁的感觉。这种人在生活当中肯定是个人缘不错的老好人，但是寿元不长，原因是眼神散乱，元神不聚。而眼神离散之象显示出内心彷徨、不自信，缺少人生目标，或者是缺少自制力等，这样的人容易遭遇横祸。六、眼神骄横的人，眼神骄横的人大多行为不善，骄傲自大，飞扬跋扈，即使有大富大贵，因其内心共高我慢，也早晚会有意外灾祸发生，富贵也不会长久。这种人往往言语轻薄，心术不正，气量狭小，故此为人苛刻、挑剔，无度量，见不得别人比他好，因此常招是非、官非、横祸。正如相学大家所言，心相不正，纵然富贵也难长久，还是因为福薄又不修福，自然终无所获，白辛苦一场。七、三白四白，喘气如猪，三白眼，四白眼，不光行克六亲，对家里人有妨碍，还有一个信息要对称起来就麻烦，那就是喘气声音响亮，主要是鼻息响亮。
呼吸间听得跟风箱一样的，寿命更短。8. 颧骨低陷的人，面相上，颧骨代表一个人威望和权势，领导和支配人的能力和欲望。因此，颧骨不能孤高，大体要与鼻子准头相配，但颧骨也不能低陷。过高，则对人情义不足，趾高气扬，内心寡独；过低，则不懂得与人交往之道，事事处处表现得唯唯诺诺，缺乏主见和威望，也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。如果自己创业，则会因管理不善，最终导致事业陷入困境。9. 准头低垂的人，鼻相的准头既是财运的代表，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代表。如果一个人准头下垂，则说明此人极不善于理财，同时也缺乏见解，不能敏锐地分析和判断形势与时局。因此，在投资理财上要格外加以留心，不然则很容易上当受骗，造成自己辛苦赚钱而终无所得的局面。10. 嘴巴合不拢的人，假如一个人的面相代表家财的景造，鼻孔薄弱，而且嘴唇水星合不拢，像掀开一样，则说明此人一生之中的财运势会越来越不好，并且常常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。因为鼻属金星，口属水星，属于钱财食禄，口大没有控制能力，又无强劲的来源，说明欲望大，办法不多，吃得多，赚得少，常常入不敷出，感到饥饿和经济紧张。因此，这一类人往往因为欲望而辛劳，但是管不住嘴巴而花费很大，属于福不实乃空的面相。11. 唇部包齿，声音嘶哑，嘴巴牙齿突出，嘴唇盖不住牙齿，牙齿不整齐，还有牙齿漏风，上唇短，说话跟没气一样，羸弱无声，或者是嘶哑如吼，发声都在舌尖，不洪亮，但是跟破锣一样，例如张柏芝那种嗓子。12. 声音带煞的人，正常情况下，人只会在生病或者精神不佳的时候，才会说话有声无气的样子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病痛，说话也有声无气，缺乏抑扬顿挫，则说明其人先天中气不足，缺乏活力与韵律感，且个性阴阳怪气，自然一生难有大的成就。同时，如果声音沙哑，则带有一种类似金属脆裂般的声音，在面相学上称为声音带煞。具有以上特征的人，在面相学中是无福之人，因为这类型的人或者心术不正，或者有些自私，自然也难得到幸运神的眷顾了。其实最为重要的是，这类面相的人大多难以与人沟通和交流，让人感到怪怪的，给人一种让人远离的距离感。同时说他们无福，往往还只可能寿元不长，即使发福发家，也无法享受。13. 走路太重，四路四张，走路脚步太重，穿高跟鞋的话叮叮作响，下脚很沉，跟舵的一样，身子前倾，一头一头的往前急着赶路，还有跟路和獐子一样，走路没有路线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没头没脑的，早死之相。14. 走路不稳的人，一个人走路的姿态也能看到这个人的为人处事风格。比如走路太慢，那就表示这人安于现状，做事容易拖泥带水。如果走路慢又大摇大摆的人，则缺乏大志，容易贫困一生。走路快速的人，就表示个性比较急躁，相对比较劳碌。至于走路不稳健，也就是脚下无根，说明其人性格急躁，劳碌奔波，但做事不踏实，比较务虚。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同样难有大的成就，故此也属于操劳无福的人。15. 鼻歪嘴斜的人，古人说鼻子歪的人心歪，鼻子正的人心正。鼻子歪的人多疑，尤其是对待配偶，脑子里整天想些歪七八糟的事情，多数婚姻不美，终
中年克配偶。女人嘴歪克夫，无论男女，嘴歪的人个性固执，强词夺理，说得多做得少，一生事业难成。16. 耳朵薄小的人。耳朵为面向上的受禄宫，同时也是肾气的外显，故此耳朵大又厚重的人，即使一生没有太多的金钱，也是知足常乐的人；而耳朵薄小且低下的人，一生福薄命浅，做事没有耐力，思考力弱，即使有富贵，也是昙花一现而已。17. 耳反阔禄的人。面相学认为，耳朵以大为佳，而小则不及。耳朵大代表元气足，精力充沛；耳朵小则代表早年体质弱，喜欢安静。同时，耳朵也为采听宫，因此耳廓要顺为吉，主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教导。耳反阔禄则意味着叛逆、不听话，少年运不佳，守不住财，也没有福气守住钱财。女性则婚姻不好，男性则终身福运差，事业难成，辛苦操劳。18. 面小鼻低吃食如鼠，脸小，脸型跟个枣核一样，两头尖，中间宽，但是脸无肉。鼻子窄小，鼻翼也小，吃东西跟兔子、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，一撮一撮的。还有吃东西到处滴沥的，一点不注意的，都是夭折早死的相。19. 性情暴躁，豺心狼行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性格暴虐，为人肆无忌惮，做事狠毒，好斗好强，常走夜路不行善道，难免遇到无常鬼。好了，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10种苦命相，一生受罪无福享。人们在抱怨生活不如意时，总会说自己命苦。那么在面相中，苦命的女性面相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富贵的女人又有哪些特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苦命女人面相特征。1. 耳朵薄软。耳朵主智，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主见。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很薄很软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先天肾气不足，身体素质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。而且这种女人一般没有什么想法和主见，对自己缺乏信心，依赖心理非常的重，性格方面比较的懦弱，遇到事情时就会慌乱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想着退缩和逃避，缺乏承担，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吃亏也是闷在心里面，有苦说不出，很多时候只会生闷气。2. 脖子过长。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支配力与权力欲望等。若是女人的脖子长得比例非常的不好，而且脖子的比例看起来非常的松弛，则这样的女人在事业上经历的困难挫折比较多，天生苦命，赚钱赚的也会非常的辛苦。通常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没有大的本事，只能依靠自己的伴侣养活，看别人的眼色，而且自己也没太大的本事。3. 眼小尾短。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儿，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。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很小，如豆子一般，并且眼尾比较短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和消极，思想也比较的保守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慢，做事儿不积极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，喜欢安安稳稳的日子，不喜欢尝试和折腾，遇到问题时总想依赖别人，缺乏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，而且疑心很重，对他人保持很高的警惕，只要认定的事情，别人谁劝也没用，非常的小家子气。4. 地格窄小。地格主要指的是腮骨和下巴两部分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瘦削，下巴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和敏感，凡事只考虑自己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而且心思特别的细腻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儿，太过在意外界对于自己的看法，做起事儿来也是畏手畏脚。这种女人一般交际能力比较差，依赖心也比较重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整
整日多愁善感，活得非常辛苦。5. 眉骨高凸，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，眉骨高低又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如何。如果女人的眉骨长得较高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看起来非常的凶，煞气较重，缺乏女性该有的柔和之美，而且个性冷漠，争斗之心非常强，脾气还非常的急躁，发起火来做事完全不顾后果，做事缺乏规划，花钱没有节制，理财观念比较差，不论家里有多少钱，最终都会被挥霍光，一生破财不断。6. 眼珠外露，眼睛代表着心性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眼珠长得外凸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表面看上去性格比较开朗，也非常的健谈，但实际上心眼非常的小，嫉妒心也比较强，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，容易发怒，还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属于天生的惹祸精类型，人缘非常的差，财运自然不会好。7. 人中宅浅，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子庭或寿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子女运势和福气薄厚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浅平且窄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运势不是很好，体质偏弱，而且生育力低下，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，性格随性，自我约束力不强，行为举止也比较的开放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专一和责任心，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容易产生嫌隙，注定无法安享晚年。8. 口小合不拢，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这里说的口小指的是嘴巴的长度小于鼻子2翼的宽度。如果嘴巴长得小且嘴唇外翻合不拢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头脑比较简单，口舌却非常的伶俐，说话往往不过脑子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而且眼光非常的狭窄，缺乏思考，做事儿没有条理和规划，在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家子气，不过忍耐力极强，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咬牙坚持，一生的财运状况不佳。9. 印堂有疤或痣，印堂又称为命宫或事业宫，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势，而两眉之间距离的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和事业财运状况。若是女人的印堂处长有恶痣或疤痕的话，代表着命运的根基受损。这种女人一般心胸较为的狭窄，凡事喜欢计较，而且特别的贪心，什么都想要，一生劳碌而奔波，但日子过没有什么起色，也没有什么清闲的时间去享受生活。10. 鼻梁塌陷或起结，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财运。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势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软弱和内向，内心比较的自卑，缺乏自信心，也没有什么主见和魄力，即使有才华也不善于表现，性格犹豫，容易错失良机。而若是鼻梁起结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情绪多变，性格矛盾而纠结，属于那种说翻脸就翻脸的类型，特别的难相处，很少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，一生命苦，越过越清贫。2. 富贵女人面相特征。1. 下巴圆厚，下巴在面相中又称地格，代表了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承载财富的能力。如果女人下巴圆润厚实的话，这种女人往往比较的有福气，个人的性格非常的好，待人宽厚，非常的有爱心和包容心，比较的体贴，会照顾人，人缘比较好，常有贵人相助，并且不会随便乱花钱，所以蓄财能力比较强。嘴角下方的左右两侧为财库，下巴圆厚的人财库较足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财运也是越来越好，能够安享晚年。2. 垂珠厚大，耳朵代表了人的财气和福气，耳朵以厚大且有耳垂有肉为最好。一般拥有这种耳相的女人，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耳朵为肾的外窍，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耳朵厚大，耳垂有垂珠的人，一般身体素质都比较好。这种女人不仅学习能力非常强，而且性格坚毅，做事能坚持，为人也比较的理性，非常的善于与人沟通，所以朋友也非常的
多，在事业上容易有贵人提携，事业财运都是节节高升，一生财运亨通，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。3. 田宅宫开阔。田宅宫位于眉毛和眼睛之间，代表了一个人的家运和田宅家产等。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丰隆且比较开阔的话，无恶质、恶八为难得的好面相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格比较的随和，胸襟宽广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不仅比较的旺父母，能够得到父母长辈的呵护和帮助，而且自身运势非凡，吸金能力非常的强，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风顺水，很少会遇到大的波折，天生的富贵命格。4. 脸相方正。脸相方正的人，也就是相学中所说的田字脸，一般这种面相的女人性格和品行都比较的类似男人，为人非常的正直，做事儿比较的坦荡。这种脸型的女人颧骨一般都不突出，做事儿比较的潇洒有风度，性格好，非常容易接近，对待生活也比较的有热情，处理事情也比较理性和稳重，能把生活和事业都处理得非常好，能够获得一段好姻缘，受到对方的呵护与关爱，不仅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，还有一生享受不完的富贵和福气。5. 鼻子高挺。鼻子为财帛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，鼻梁长得越好，财运就越好。那什么样的鼻相称得上是好鼻相呢？首先，鼻梁一定要高而且挺直，山根位置要丰隆，鼻翼要饱满，鼻头丰润有肉。如果女人鼻梁高挺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都非常的有自信，为人也比较的有主见，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，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和领导力，做事干练，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也能得到丈夫的呵护与宠爱，家庭和事业都比较的幸福。一个女人是否有福，往往可以从面相可以看出。如果你的面部无福，那么在生活中就需要更注意风水，比如佩戴旺运的吉祥物，还有通过家居的风水来旺自己，这样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好了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12种苦命相，早年受苦，晚年遭罪。命苦的人注定一生做事不顺，年幼时候吃了很多苦，本想长大之后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，但现实往往非常残酷。即使自己努力工作，努力与朋友相处，很多事情也都会事与愿违。
这类人也曾经怀疑过人生，思考过未来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那么在面相中，什么面相的男人过得辛苦无福可想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额头有坑。额头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，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福气与运势。一个人如果额头坑坑洼洼，说明这个人的财运不好，其他方面的运势也不好，多数属于生活艰难的类型，忙碌一生仅能获得温饱。因为自身运势比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，经历多番打击之后，自己也会逐渐认命，丧失奋斗的决心。一旦丧失奋斗的决心，那么运势下降得非常快，一生不会有出头之地。因为自身懦弱，在家与妻子感情也不会很好，天生属于命苦的人。二、下巴无肉。在面相学中认为，下巴属于地格，一个人的财运除了与额头有关之外，与下巴也有很大的关系。特别是男人的下巴预示着人生是否可以幸福。下巴没有肉，又尖又瘦的男人属于天生没有福相，这类人更是苦命的代表。为何这么认为呢？原来这类人之所以命苦，是因为自身非常的懒惰。懒惰的人注定与财运无缘，在家不会受到妻子喜欢，在单位不会受到领导的重视。因为一事无成，好吃懒做，在孩子面前也无法树立高大形象。为此，这类人只能用花钱寻找存在感，但自身赚钱能力有限，又喜欢挥霍生活，日子往往会越过越清贫潦倒。到了晚年时候，多少会因为钱财发愁，儿女也不会主动给予钱财救济，甚至还会埋怨父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存下钱养老。三、两腮瘦弱。两腮瘦弱的人说明脸部没有太多的肉，这类男人从脸型方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属于命苦之人，即使忙碌一生也不会为了自己积累善缘。这类人平时特别小气，属于特别吝啬的类型。一个吝啬的男人怎么能受得了女人喜欢呢？所以多数情感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土崩瓦解，即使可以找到女人结婚，由于自身性格原因，导致婚后与妻子关系特别的紧张，经常因为钱财争吵，慢慢的也会把感情吵完，甚至还会走向离婚的道路。这类男人到了晚年时候，妻离子散，生活凄苦，属于天生土命之人。四、鼻子扁平。鼻子在五官之中非常的重要，可以主宰着一个人的运势和财运。特别是男人鼻子高耸挺拔，说明这个人运势很好，基础财运普通，生活也极其幸福。如果一个男人鼻子扁平，甚至没有鼻梁，说明这个男人没有魄力，做事没有唯唯诺诺，一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。即使遇到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，也会因为自己的懦弱而丧失机会。这类人不适合闯荡事业，适合从事安稳的工作，即使挣钱不多，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即可。这种男人财运不好，其他方面也不是很好，年老的时候特别孤独，没有亲人陪伴在身边，可见贫苦的结局。五、额窄耳小。社会上额窄耳小的男人不少，在面相学中，额头代表着人的父母家庭。如果男人额头狭窄，代表他出生于贫困家庭，人本身不聪明，读书不成，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无法得到父母的助力，早早便出社会打拼，生活过得非常的辛劳。耳朵小的男人身体不好，平日里没有什么活力，喜欢宅在家里，事业运自然非常的不好。而且他们多渣男，责任心不强，性格敏感不稳重，容易与妻子争吵，婚后家庭生活大多过得不和。所以说，额窄耳小的男人多命苦。这样的男人平日里应该多锻炼身体，多读书，多与人接触，提升自己的责任心和工作能力，如此方能改善命运。六、鼻凹全低。在电视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富翁大多鼻梁挺直，颧骨高耸，两者有肉且相配。而那些生活贫困不如意的人，大多鼻梁低陷，颧骨低。从面相的角度来说，男人鼻子凹陷，他们赚钱能力不高，财运非常的差，难以有积蓄，
日子过得很贫苦，再加上颧骨低，代表他们没有上进心，个性懒散，对生活没有什么期望，根本不会去打拼自己的事业，所以他们大多过着贫苦的日子。鼻梁凹陷、颧骨低的男人应该学一技之长，把专业搞好，就是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。多读一些正能量、积极向上的书籍，时常激励自己打拼事业。趁年轻的时候多积累些钱财，晚年才能不受贫困，如此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。7. 嘴小常开。我们走在马路上，我们时常观察到每个人嘴巴都长得不一样，小嘴巴的男人不少。从面相学的角度而言，嘴巴代表人的蓄财能力和财运。老人们常说，口大之人纳四方财，嘴巴小常开着的男人财运非常的差，他们赚钱能力不强，对机遇反应慢，难以抓住机会，一生挣不到大钱。再加上他们做事情冲动，时常会超前消费，所以很难存储到钱财。晚年的时候大多数不付出，辛劳凄凉。嘴小常开的男人，平日里应该多去学习一些有关自己专业的知识，提高赚钱能力。同时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储蓄观念，也要多学习一些理财知识，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，多存钱，这样老的时候才会有安逸的生活。8. 没有耳垂。老一辈的人常常喜欢把耳朵长得厚实，耳垂有无，用来判断他们福气大小等等。若是男人没有耳垂，或是耳垂非常的小，则往往此人肾气不足，心智不佳，自己的运势发展也不好，总是会给自己造成极大的经济困扰，所以他们中晚年的时候注定会一事无成，收入也会很难稳定，造成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，三餐吃不饱。9. 鼻梁起结。鼻梁起结的男人命运注定是不顺的，并且是人生大半生都不顺，这是因为鼻梁起结的男人心是不通的，因而他们内心就会无限的阻止，所以心不通人，他们的命也就不会通了。人的印堂到鼻梁是主心脉，然而鼻梁上起结了，自然也就是心脉也不通了，所以就算这种男人条件哪怕再好，最后还是会一败涂地，往往不是婚姻出现问题，就是会被官司缠身，一生都是坎坷之人。10. 印堂有竖纹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印堂处的位置长有竖纹，则会被称之为悬针纹，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他们自身的脾气性格会非常的粗暴，干啥不成，自己的能力运势发展也都是一般，很难会有啥稳定的收入来源。而且长有竖纹的人完全没有啥上进心，连自己的吃穿都要发愁。11. 吹火口。嘴巴偏小，而且嘴唇向前一小撮，形状犹如吹火似的，这就是吹火口。而在面相当中，若是拥有此种面相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此人贪欲比较重，为人过于自大，总是瞧不起身边的人，在事业上也是会眼高手低。早年的生活还可以，但是一旦步入到中晚年的时候，运势开始下降，连自己基本的生活都难以得到解决，甚至还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一起吃苦。12. 歪鼻歪嘴。歪鼻子歪嘴的男人，他们的命运是很坎坷的。在相学中，鼻子歪表示心也是歪的，这样的人生性就是多疑之人，无论别人做什么都会问个不休，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子疑虑更大，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从而会导致婚姻不顺。此外，歪鼻歪嘴的男人除了自己的命运坎坷之外，还是克妻的面相，包括他们一生事业都是很难做成功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